一位自诩3年内狂赚102万的网红，最终却被曝光连罚款都支付困难。从似乎做什么都难逃失败命运的农村3人组，到为了偿债而四处奔波的励志外卖小哥，再到不惜以自己孩子健康为代价的农村夫妇，你以为的真诚背后，其实隐藏着精心编织的谎言。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网红造假的黑幕。思辰，一个来自江西抚州的小伙子，20岁那年在家乡开了一家饭店。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经验，饭店经营不善，短短5个月就陷入了困境，最终不得不关门大吉，还背上了80多万的债务。面对这样的打击，陈思并没有选择放弃，他带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毅然决然地前往上海，决定在那里重新开始自己的厨师生涯。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已经跌到了谷底，那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比现在更糟。在上海摸爬滚打几年后，陈思敏锐地捕捉到了外卖行业的兴起。起初他白天在厨房掌勺，晚上兼职送外卖，但很快他就发现送外卖的收入竟然比做厨师还要可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厨师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外卖行业中。尽管外卖员的收入颇丰，但这份工作也着实辛苦，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连吃饭的时间都难以固定，累了就在电动车上打个盹。几年下来，陈思的双手变得又黑又肿，有的因为寒冷，有的因为摔伤，而在路上遭遇车祸更是家常便饭，更别提因为送餐延迟而遭到顾客的抱怨和指责。为了尽快还清债务，陈思几乎是在进行一场地狱式的奋斗。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不停地送外卖，精心规划送餐路线，竭尽所能节省时间。他甚至同时在多个平台上接单，只为了多赚一些钱。就这样，他咬紧牙关，3年下来竟然攒了102万。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并非空穴来风，陈思还拿着手机给大家看，他跑外卖时1个月能挣4万多，一般月份也有2万5千元，即便是收入最少的时候也有2万元左右。据说他曾多次成为平台的月度单王。如今那80万的债务早已全部还清，但由于在老家买了房子，还有10万的房贷需要偿还，所以他还得继续努力。这个故事一经传出，立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感叹陈思太过拼命，但也有人觉得他的努力值得这样的回报，更有人看到他的收入后心动不已，纷纷表示要辞职去送外卖。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质疑。一些细心的网友通过计算发现，这个100万收入的故事似乎并不那么站得住脚。一些经验丰富的外卖员甚至站出来表示，3年赚100万几乎是不可能的。简单算一算就知道，3年也就是1095天要赚100万，平均每天要进账900元。按照一单能赚10块钱来算，他一天得跑90单才行。换句话说，他每单必须在16分钟内完成，才能做到3年赚100万。这还得在不吃不喝不睡的情况下，你觉得这合理吗？除此之外，还有知情人士透露，陈思在送外卖时经常违反交通规则，逆行、闯红灯，甚至故意损坏电子车牌，连罚单都交不起，怎么可能还能赚这么多呢？还有人直接向税务部门举报，称他收入100万却未缴税。后来有自称知情的网友爆出更惊人的内幕，称思辰其实是卖电动车团队的一员。这个3年赚100万的故事纯属是为了吸引眼球而编造的。此外，他开饭店创业失败的事也是假的，实际上是他买的房子遇到了烂尾楼，当初100万买的房子，现在连50万都卖不出去。这些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感叹，原来一切都是骗局。他们还曾如此相信他。自此，那个为了还债不怕苦的励志外卖小哥，一下子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骗子。其实，在这些爆出来之前，他的人设就已经有些许崩塌了。走红后，陈思开始涉足网络直播，但他不再是当初那个谦逊的外卖员。在一次直播中，他竟然挑衅南京的外卖员，声称要把当地的单王踢下去，还要把其他外卖员都踩在脚底下。这种狂妄的态度直接激怒了南京的外卖员。听说他之后出门逛街时还被不满他的人围堵了。看过这个直播的网友们纷纷留言说，这个曾经的外卖单王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样子了。而事实证明，他本来就不是什么谦虚老实的人，而是个彻头彻尾的网络骗子。农村3人行是一支靠分享生活点滴起家的网红团队，可是他们的经历简直就是在用生命演绎万事起头难，而结果却比一开始的艰难还要更加复杂。这3个人，阿兵、阿干、阿峰，都是同村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后来3人一同进城打工，顺便用短视频记录下了自己的打工生活。最开始拍摄的时候，
他们三个简直像是石化了一样，尴尬的让网友都想穿进视频里去按下暂停键。然而没想到的是，这种尴尬竟然成了他们独特的风格和招牌，每次拍摄的套路几乎都一样。开头他们先介绍今天要做什么，中间记录一下自己打工的点滴，最后总少不了一个吃饭环节。就这样，他们的频道像是一部生活剧，记录着他们从富士康到群演，从送外卖到做餐饮，种种尝试和折腾，逐渐让网友们对这三个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他们的影片，网友们忍不住开始猜测，这三个人到底能不能闯出一片天。然而遗憾的是，不管他们做什么工作，似乎都坚持不下来。更让人无奈的是，他们每次尝试的过程中，总给人一种干啥啥不行的感觉。这个团队似乎注定了要在每个行业里都短暂的试水，然后迅速退场。首先，他们尝试做了群演，虽然刚开始充满了希望，但很快他们发现群演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收入也远远不如他们预期的高。于是几个月后，三个人对这个行业彻底失去了信心。看到做群演没有希望后，他们又开始尝试送外卖。这一次，他们在视频里全方位地展示了外卖送餐的辛苦，频繁的跑单，风吹日晒，各种难度的配送任务，每一份外卖的背后都是他们的汗水和辛苦。然而外卖送了没多久，他们的热情又消退了，于是他们又换了工作，跑回去继续当群演。三个人真的是典型的做事3分钟热度，每个人似乎只能坚持1分钟，直到最后，他们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便决定回到家乡开一间18元自助小火锅店，重新创业。这一次，他们在家乡开店的故事，算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尝试。从店铺布置到研发火锅底料，再到如何吸引顾客，三个人几乎是从零开始，一点一点摸索着开店。视频里，他们展示了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如何选址、装修、推广、吸引顾客，甚至包括一些为了让客人满意而花费心思的小细节。得益于网红效应和实惠的价格，他们的火锅店生意兴隆，收入可观，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他们的创业故事，一度成为热点话题。然而眼看生意这么好，他们三个也膨胀了。随着他们扩张业务，租下更大的店面并展开外卖服务，问题接踵而至，外卖订单频繁被取消，收入微薄，最终他们决定放弃火锅店。对此，网友们已经习以为常。失去了小火锅生意后，三人计划转行开大货车，但问题来了，他们没有驾照。于是他们决定从考驾照开始。就在这时，有人突发奇想，在驾校附近开一家超市。就这样，他们又开始扮演起了超市老板的角色。当他们宣布要开超市时，许多网友劝他们要有耐心，想清楚是否真的能坚持下去再开店。他们三个坚称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然而不出所料，没过几天，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视频，标题为“小伙超市快干不下去，想出新办法弄一个群，加入送瓶水还管配送”，声称超市生意不佳，客流量不足，若不采取措施，超市很快就要关门了。到了这一步，网友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剧本。他们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预测接下来的剧情。兄弟们，建群效果不佳，我们就是大聪明，超市实在撑不下去了。驾校的兄弟想要媳妇，我们准备把超市改成相亲角，生意肯定火爆，走吧。不出所料，4天后，他们宣布超市经营不下去了。而这次的剧本又是什么呢？声称三人行要解散，阿兵和阿干需要考驾照，所以先让阿峰去开店，他们在家复习。但有一天，阿峰发脾气不来了，指责阿兵和阿干在家睡大觉，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质疑他们是否在认真的复习。接着他们开始卖惨，说他们忙完还要复习，明天就要考试了，还有400多个错题要解决。有人建议打个电话问问阿峰能否看店，另一个人说如果阿峰再不来，他们就当他不存在了。接下来的几期视频都是关于挽留阿峰，阿峰不理会，双方谈判，三人行决裂。阿峰决定去卖椰子，然后疫情爆发，阿干被隔离。解除隔离后，三人和好如初，又一起寻找了新的工作。网友们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套路。到了2023年，阿兵在全网宣布要退出农村3人行。网友们当然不信，但他非常坚定地说他不会再回去了，说3人行已经变成了2人行和单人行，他们3个人也不再联系。当被问及利益分配的问题时，阿兵表示他不要公司33%的股份，账号和公司都留给他们。他还说，公司是阿峰的姐姐创立的，他这次退出3人行也是经过商量的，他准备专心经营自己的账号。听起来似乎很认真，但只要你搜索农村3人行，就会发现他们3人至今仍在一起，最新的视频还在成都创业，显然他们的所有内容都是剧本。在中国的网红界，
有一对名为牛爱芳和小春花的夫妻档，他们虽然外表平凡，却以记录乡村生活和烹饪日常的视频内容赢得了人心。这种贴近生活的风格让他们迅速成为网红界的一股清流，短短1年内就积累了近2000万的粉丝。2021年5月27日，牛爱芳和小春花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小春花抱怨有人不断邀请他们参与直播带货，但他们坚决表示不会为了利益放弃原则，不会涉足直播带货。然而5个月后，他们却发布了新视频，宣布将开始直播。网友对此调侃他们铺垫已久，评论区也是一片附和声，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在演戏。当然，也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只是想开直播与粉丝交流，并非真的带货。那么他们的直播究竟是聊天还是带货呢？起初他们确实是在聊天，但不久便开始介绍产品。这时网友们才恍然大悟，开始深挖这对农村网红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们其实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原来牛爱芳和小春花的身份是假的，他们并非真正的农民，也不是他们自称的名字，这只是他们团队打造的一个账号。他们甚至在其他账号中透露过，为了吸引眼球，他们竟然编造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是畸形脑瘫的谎言。视频中出现的房子也是假的，他们并不居住在那里，只有在拍摄时才会去，平时还会派人看守，防止外人进入。视频中的邻居和父亲都是演员，他们也都会在其他账号中出现，只是换了个身份。虽然他们已经道歉，并声称已经认识到错误，但真的还有网友愿意相信他们吗？你是否会相信仅凭日常饮食就能治愈癌症？起初我们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但一名叫贝尔·吉布森的澳洲人声称他做到了。吉布森原本默默无闻，2013年却因为在网络上分享自己战胜癌症的经历而声名鹊起，迅速吸引了20万粉丝。故事始于2009年，当时20岁的吉布森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脑癌，医生告诉他只剩下4个月的生命。大多数人听到这样的消息，可能会急忙去完成未了的心愿，但吉布森选择了与命运抗衡。他接受了2个月的化疗和放疗，吃尽了苦头，但这些治疗并未带来好转，反而使他频繁昏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对传统医疗手段失去了信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吉布森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开始尝试新的方法——饮食疗法。他尝试了盐疗、补充维生素、阿育吠陀疗法、氧气治疗和肠道清洗等。具体来说，他戒掉了所有肉类、乳制品、面粉和糖，也不再接触防腐剂和转基因食品。他希望通过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让身体从内到外得到净化和恢复。令人惊讶的是，随着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他体内的癌细胞竟然神奇地消失了，所有病症在未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得到了痊愈。吉布森的这段康复经历一经公开，他立刻成为了健康生活的代言人。他出版了《The Whole Pantry》食谱书，开发了同名应用程序，将他的健康理念和食谱推广至全球。他还成立了一家健康食品销售公司，并声称将公司所有收入捐赠给慈善机构。吉布森的故事激励了许多人，他们开始学习如何通过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用自然疗法代替传统治疗，以期战胜疾病。但如果吉布森真的如此了不起，他为何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视频中？原因是他的事迹实际上是捏造的。2015年，澳洲媒体揭露吉布森从未兑现将30万澳元出版税捐赠给慈善机构的承诺。更糟糕的是，他不仅没有捐款，还将公众的捐款据为己有。随后多家慈善机构表示从未收到过他的捐款。这些消息一出，网友们开始怀疑吉布森的癌症故事是否也是虚构的。最终，吉布森在澳洲妇女周刊中承认自己从未患过癌症，一切都是他编造的。可怜那些相信他的癌症患者，原本看到了希望，最终却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成为 YouTuber 绝非易事，我们不仅要绞尽脑汁构思内容，还要确保视频画面足够吸引人。即便我们竭尽全力，视频的观看数据也未必理想。在这种压力下，有些 YouTuber 开始采取极端手段。这里要说的就是韩国 YouTuber SoNDA，他的内容主要是以日常生活和吃播为主。在一次直播中，SoNDA点了炸鸡和披萨外卖，然而当他打开外卖盒时，竟发现炸鸡被咬了一口，披萨也少了一块。难道是有人偷吃了他的外卖？他当场打电话给店家投诉，并要求退款，但店家老板回应说，已经送出去的食物不能退款。这番话激起了直播间观众的愤怒，观众们一眼认出了外卖包装上的炸鸡店，再加上SoNDA曾提过自己住在鞍山市，于是某炸鸡店鞍山分店的外卖员偷吃外卖，且店家拒绝退款的故事迅速在网上传开。
听上去松德利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但真的会有外卖员会傻到把咬过的炸鸡放回去，还明目张胆地拿走一块披萨吗？这不是明显告诉客人自己偷吃了吗？因此，很快有网民开始怀疑松德利克造假。争议愈演愈烈时，炸鸡店突然发表声明，称松德利克的视频是假的。炸鸡店表示，经过调查，他们确定鞍山分店老板从未接到过松德利克的电话。此外，由于松德利克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鞍山分店乃至整个品牌的声誉，炸鸡店决定起诉他。声明一出，松德利克立刻慌了神。不久后，他迅速发布了道歉视频，承认自己确实造假了。但网友们却并不买账，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之所以道歉，是出于害怕被告的考虑。这种人真的是无药可救。2024年2月16日的下午，拥有4000万粉丝的网红博主猫一杯在抖音等多个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中，他声称在法国巴黎的一家餐厅的洗手间里意外捡到了中国小学生的寒假作业。他对着镜头认真地说：“1年级8班的晴朗，你的寒假作业落在巴黎的厕所啦！”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几乎全网都在帮助寻找这本寒假作业的主人晴朗，而他的粉丝数量也在短短4天内激增了68万。不久后，一位自称晴朗舅舅的江苏网友站出来爆料，称晴朗是西厂小学1年级8班的学生，并表示晴朗的妈妈还不知道作业本丢了。随后，这位舅舅开始拍摄视频、开直播，借此事吸引了不少流量。然而，2月18日，江苏海安西厂小学的工作人员出面澄清，表示学校并没有叫晴朗的学生，而且1年级只有4个班，并没有8班。这让网友们开始怀疑，是晴朗的舅舅记错了，还是有其他的西厂小学？于是，网友们又开始转向其他西厂小学。最终迫使广西北海西厂小学和河南洛阳西厂小学也出面回应，一个表示学校没有晴朗这个学生，另一个虽然有晴朗，但他并不是1年级的学生，而且学校也没有8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正当网友们开始质疑猫一杯是否在摆拍时，他又发布了一则视频，声称已经联系到了晴朗的妈妈，但由于对方不愿露面，只能提供聊天记录截图。他还澄清了晴朗所就读的学校并非网传的西厂小学，并表示事情已经圆满结束，但晴朗的舅舅就没这么好运了。许多网友涌入他的直播间质问他为何造假，他索性不再掩饰，直接承认自己是在蹭热度，并欢迎大家举报。结果晴朗舅舅的账号很快就被禁言，无法被关注，也无法发送私信，与他相关的视频也全部下架。你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吗？并非如此。几个月后，杭州市公安局宣布，为了吸引粉丝和流量，网民徐某某和同事薛某共同策划并编造了捡到小学生晴朗丢失的作业本系列视频剧本。他们购买寒假作业本，用手机自拍制作相关视频，并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散布，造成了负面影响。目前，公安部门已经依法对徐某某、薛某以及所属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也就是说，猫一杯所说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很快，猫一杯出面道歉。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在不同平台上的道歉视频时长不一，而且在短短1分钟内，镜头切换了至少13次。网友们并不买账，直接指责他道歉毫无诚意。无论他是否有诚意，最终他还是被各大平台封杀了。你看到过最假的网红是谁呢？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希望你能喜欢本期视频，如果你喜欢，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更新。如果你愿意，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再见。